又来录节目了，非常开心。更开心的是，我前段时间去演出，有人在我演完之后表白了。不是跟我啊，你怎么还松了一口气啊？就是我上场前有个男观众来问能不能加一下这个环节，他有个喜欢的人，我说我都行，但你得想好，我的内容可能不利于表白。我有点冒犯，就多少会吐槽一下男生嘛。他说没事儿，他不一样。他说完这句话，我就知道他一样。那天我刚讲完，他就窜上来了，让全场给到掌声和尖叫。那个架势都不是 carry 全场，是 marry 全场。把女孩也叫上来了，但人家还没说愿不愿意呢，就有人起哄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当时场面就僵住了。我讲了1个多小时，还不如这一句冒犯呢。我看女孩特别尴尬，我又看男孩下不来台，他就不下台。情急之下，我说那要不你亲我一个，不就是多一张嘴的事儿吗？就当我大义灭亲了。不行就亲那个起哄的，他肯定愿意呀。我看他快惨死了。对吧？跟谁过不是过呀？哎呀，磕死我啦！我已经5年没有亲过嘴了，说出来又如何？谢谢你的同情。谢我一个。全是同情分啊，今天很感谢。但这一段播出之后啊，我不希望有人给我发私信说可以亲我啥的，也不要发你的嘴。我要的不是这个，也不要发别的啊。说不清了，说不清了，就是不用同情我，我也谈过恋爱的，有喜欢的我也会追。但是我追上了，我又想超过他，很容易就超过了。研2的暑假，我前男友说他要去学车，没时间陪我了。我说那我也一块去学呗。他说你不行，你没有方向感，你不用学，以后老公拉着你。谁还会用拉这个词？好 low 呀！你学的是拖拉机吗？以后是啥时候你科目2挂2次了？以后在这个驾校里拉着我吗？你许我朝朝暮暮，我陪你陡坡起步。到科目3更不得了了，晚上打电话就是给我讲发动机、仪表盘。那段时间我舍友都以为我谈了个飞行员。我本来我就严重的晕车，听不了这些，听都很想吐，可把我前男友担心坏了，担心我以后吐他车上，说以后坐他的车我得空腹。我就知道跟着他得饿肚子啊！我可饿不了啊！开学回去我就偷偷报了驾校。我惊喜的发现啊，开车是不晕的，那刹车油门你自己掌握你就不晕了。10码的推背感，是一种空前的成就感，太快乐了！快用 vivo S30给我拍下来，快乐你就 vivo Live。我做到了，我的人生不再设限了。教练说你压线了。这手机是好啊，都抓拍到了，还能把我拍得这么好看。真的太努力了，为了比我前男友早考出来，那学期的选修课我都不上了，赢才是我的必修课。我啪甩出驾照的那一刻，他当时瞳孔都扩散了。超过我了？我说嗨，一脚油的事儿。好的爱情会让人变成更好的自己。别人谈恋爱是宝宝我要跟你幸福，我是宝宝你服还是不服？其实他对我呢，咱们说也算是真不错啊。平常出去约会啊，他都说你啥都不用管，老公安排。安排就是骑电瓶车拉着我去吃个鸡公煲。
为啥骑电瓶车呢？因为他科目3也挂了。我说那要不我来骑吧，前面有挡风还能暖和一点。他说你不行，你没有方向感。啊，我都有驾照了，我没有方向感。是，我是没有方向感，你这个车都没有方向盘呀。那啥时候会让我骑呢？就是他出去喝酒，跟兄弟们就喝大了的时候，我去代驾。去2次就不太想去了，每次都喝到后半夜聊一宿，一个梗都没有。我就会忍不住接梗，这就形成了最初的开放麦模型。我一接就炸，哐哐炸场，一顿饭下来我专场都有了。好的爱情会让人变成更好的自己啊！但回来路上，前男友很不高兴了，连我的腰都不搂了，倔强的撑着车架子。他说：“你乖乖的坐着听不行吗？那是你的场合吗？拍你好几下了，让你少说话。”我说：“你早说呀！我寻思我讲得好，你给我拍灯呢。”这才是拍灯啊！很快我就提分手了，他很难过，说从外形啊各种表现来看，满分10分，他朋友们给我打了5分，但他依然很爱我。我说你要真的很爱我，你就不会跟我说这个，因为我朋友们给你打了不及格，我都没好意思跟你说。我也是真不错，随便一表现就得了5分，怪不得后来我的专场在豆瓣9.5分。说出来太爽了。这些年吧，男人没留下，留下了一身本事，所以这一篇也算是一封感谢信吧。最近又想长本事了。正好有一个恋综联系我，但同时也想联系我的前男友，是那种在前任上的恋综，前任看着我谈恋爱，这也太刺激了。我想去，好久没骑电瓶车了，所以这一篇也算是一封邀请函吧。你在看吗？想火吗？驾照考出来了吗？啊，虽然做不成情侣，咱们做同事也可以啊。姐拉着你，到时候你也是啥也不用管，你就乖乖的，你少说话就行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唐湘玉的表演。投票倒计时，3、2、1，请锁票。再次谢谢湘玉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老师。很有意思，天真姐听得点头了都。我也在想象他上恋综是什么样子。我也很期待。是真的有邀请你吗？是有来聊过，但前男友真拿不出手。我就说我要不上点那种就是不带他的那种吧。对啊，我觉得你上恋综应该会蛮精彩的耶。但是我怕人以为我是去找素材的，就不真心跟我谈了。那你是去找素材的吗？我其实也是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什么都可以是一个好素材，但我也觉得能去谈一谈也挺好的。其实我说5年是说少了，怕说到了你们笑话我。你7、8年没有那个什么，确实是寡了很多年了，我已经。那除了王嘉尔，你还喜欢什么样的呢？这个事儿能把王嘉尔放在这儿吗？王嘉尔有驾照没有？我喜欢像他那样的人，很积极，很有能量，然后也很善良，很温暖的那种人。也得帅，帅是必须的。可以不善良不温暖，必须得帅。哦，这么快就推翻了？我听懂了。但确实，今天像无论刚刚小鹿的开场，包括刚刚唐湘玉这个也是开场表演，其实大家都在尝试一些新的话题。对。其实你写这个会在意，比如说他会看到吗？或者是你们的共同朋友或者怎么样？其实我融合了好几个，然后模糊了一下时间线，不要对号入座。但其实他心里都知道我说的是谁。现在有好几个人在反思，是吧？对，所以说哪个陪我上恋综都可以。
我是觉得就是我很久没有这些体验了嘛。我其实有时候也是可能觉得有一个伴儿，大家一起去吃吃喝喝也挺好的。但是这个伴儿吧，我发现我的闺蜜们都完全能承担了这个角色的，就越来越不需要了，越来越寡了。然后自己平常也特别忙，我没办法给到对方情绪压力，什么早安晚安呀，谁搭理你早安晚安？我没时间跟你说早安晚安呀，我很忙的。我很喜欢他很大方的把自己想要赢和好胜心表达出来，因为我觉得越这样你就会越有勇气，且会有更多姐妹看到，我们会一起有勇气。是的，这是一个有勇气的晚上。对，谢谢，谢谢。是我确实是我没有避讳过想要赢这个事情啊，但是我是觉得，但是我这个胜负欲，我发现在亲密关系中格外的明显。我老是想比过我的男朋友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喜欢他的时候，他也是很优秀的，有让我崇拜的地方啊。但是我发现他崇拜的点呢，其实我也能做到。我一旦做到之后，我就觉得下头。我突然觉得脱口秀可以为搞笑女谋一个非常好的前程，既能挣钱，又有事业，还能散发自己的魅力。是，所以我觉得脱口秀非常的，还有单口喜剧啊，单口喜剧非常的适合我们女孩子。我觉得妹子你站在台上真的很自信，而且你不用看任何的提词器，都在你的脑子里，非常自信的在迈出每一步，非常好，祝福你，妹子。谢谢岳云鹏老师。大林呢？我就觉得是这样的，尤其是今天，就是所有的晋级的选手们，包括刚才小陆姐，然后唐老师也都是，就是他们，这一季好像大家都是不管不顾了，啊，就是想什么我就说什么，就是因为我特别担心您在上一季有了一些成就之后呢，可能就稍微的，就是我和之前不一样了，好多东西我可能不要再去说了。但是我今儿听到您还这么如此真实的，可能更多的这些话还能愿意掏心掏肺跟我们大家说，我觉得起码没把我们当外人。那肯定不是外人，咱从喜单一咱们就是老相识了嘛。对，当年的老朋友了。可不嘛，36季这2季都在这儿呢，是吧？是，希望和后边3季4季咱们还能在一块儿。当然。行，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段子的反馈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好嘞，那我们谢谢唐湘玉的表演，她也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。还是不公布他的票数，我们等第一个晋级结果产生的时候再揭晓。请你前往等待区入座。哎，南瓜，一会儿拍完咱们去干嘛？你啥也不用管，南瓜能安排。你这个话有点耳熟啊，你今天不会是骑电瓶车来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不是吧？不是带你去吃鸡公煲，是带你拍美照。哎，我看看，可以啊，南瓜，你果然跟那些人不一样，还知道用 vivo S30，快给我来一张。怎么样？满分10分，你打几分？哎呀，打什么分呀？拍出我的快乐最重要，快乐你就 vivo Live。天哪，我咋这么好看呀？哎呀，你这5年没亲嘴，全攒给手机了。那紧接着的下一位演员其实是大家很熟悉的名字，但是有可能是一个很新鲜的面孔啊！我们掌声有请南瓜。Hello， 很多朋友，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南瓜。大家还认识我吗？我认识了，谢谢大家。我现在瘦下来之后，感觉自己年轻了很多哈。我现在偶尔会涂个素颜霜，修个眉毛。在上海，大家都说我精致，我把照片拍下来发在我的家族群里，我大舅说我是狐狸精。然后我去年上完节目没挣到什么钱，但我真的见了很多世面，比如在活动上知道王一博是真的帅，刘亦菲是真的美，这些都是我听唐湘玉说的。我的朋友走了起来，我知道我很平庸，没什么进展，我上限不高，每次比赛都讲一些外卖小笑话、外卖趣事，大家觉得挺有意思的，但也就那样。我没谈过恋爱，没有上过班。大家最有共鸣的职场爱情我都讲不了，每次得不了高票，我都有点怀疑自己要不要坚持下去。直到1个月前一场演出，它彻底治愈了我，是一个骑手平台组织的，现场来了500-600个外卖骑手，
我从来没有讲过那么炸的现场。我说啥他们都笑，我说保安垃圾、外卖平台垃圾，他们站起来给我欢呼。那天给我台上讲出幻觉来了，我说今天这个舞台谁过来都不行，付航过来都打不过我，他来了都得被打，一个保安怎么拦得住500多个骑手？我真的羡慕有些朋友们，就朋友们走了起来，红气养人，状态都不一样了。我只能靠我自己养了。我在家里我自己偷偷买了防晒霜，因为我送外卖，皮肤又粗糙又黑，我刚涂防晒假白特别严重，我还修了眉毛，就很辣眼睛。朋友见了说：“你咋这样？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”在他们心中，我都是那种光头胖胖的那种鲁智深形象。说你不应该去倒拔垂杨柳，怎么研究起了半永久？我每次出去，他们都笑话我，那我就不出去了。我说这防晒霜不行，它只能防太阳光，它防不了朋友嘲笑的眼光。偷偷的在小某书搜了美容护肤，小某书也懵了，3年了，你终于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。给我推的3个月变美计划，100天提升颜值，重建自己，重塑自己，做自己的女娲。戒糖加修护半年，素颜已达 next level。我很激动，满满的干货，点进去全都是卖货的。但我相信，我就买了，因为我想恋爱，我想变美，我就在里面买了胶原蛋白、维 C、维 B、花青素、葡萄籽、益生菌、鱼油。我真的买了一大堆药，一天吃1把药，感觉吃药都吃饱了。每天在肚子里面炼丹，练的什么丹？练的30年从没谈过恋爱的孤单。说出来如何？我身边的朋友很优秀，对吧？他们优秀，那我也提升自己，我就去健身房报了课。去健身房器械特别的多，我不知道练什么，我就问教练，我想减肥练哪个？教练说我们这边有这个爬楼机、跑步机，其实挺有用的。我说啊，爬楼和跑步要是有用的话，那我还不如去外面接单吧。我的朋友真的太优秀了，他们不停的成功，越成功我就在健身房对自己练得越狠。我最好的2个朋友，他们一起走红毯那个月，我瘦了30斤。我那2天去健身房一蹶不振啊，我一蹶不振。教练见了我，你今天也没怎么上强度，怎么这么酸呀？我说肯定酸呀。他们不停的成功，那我就不停的练，不停的瘦，我最后把自己练的体脂率只有9%。太低了！我说你们不能再成功，我不能再练，再这样下去，我还没走上红毯就先盖上白布了哈。最后练到自己减了60多斤，什么感受？我再去演出，再去开放麦，已经没有人在乎我的内容了。他们在 report 里没有人说我段子的，都说南瓜好瘦，南瓜怎么瘦成黄瓜了？南瓜怎么瘦下来有一种命更苦的感觉？我说肯定命苦呀，戒糖半年多了。然后更多的人他就私信我在评论区或者私信我，他说南瓜怎么瘦下来的，教教我教教我。私信的人太多，根本回不过来，就每天在家里研究，都快研究成教练了。然后今年5月份我真的去考到了健身教练资格证。谢谢大家。所以我现在是一外卖、脱口秀、唢呐、健身教练4期艺人。就是大家以后不管是饿了、胖了、不开心了，还是人没了，都可以找我。所以我现在呀，我就是全能南瓜。谢谢大家，祝你们开心。谢谢全能南瓜。投票倒计时，3、2、1，请锁票。谢谢南瓜，谢谢。哎，要不保安先回应一下他对你的讽刺？我其实说实话，你说什么花青素什么那些，我完全我都不知道，我完全没听懂。但我就听一个炼丹，我就觉得这肯定得炸，就是那个东西。好了，不幽默。确实，前面的几轮也一直在聊这个瘦身爆改的这个经历，确实是半年内最大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几位听的也是，哎，你们好像拍的点各不一样，我印象中，天真姐是拍在哪儿？
就是一个保安跟50个骑手。那个画面一下就出来了。500，啊，对，500个骑手。我觉得你最后点题的那个全能南瓜我蛮喜欢的，就是唢呐呀，然后这个健身教练呀，包括骑手还有骑手，对，脱口秀，就是这个点我倒觉得可以展开来讲一下。比如说因为你是一句话带过的嘛，怎么变成健身教练？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而是可以稍微展开讲一下的，可能会让整个结构更好一点。因为我觉得有点过多的篇幅放在了这个变瘦之后的一些感受上面，因为这个前2期其实已经讲的比较多了。我会觉得如果再加强一下这个内容，可能会更完整一点。好的，再写了。因为经常我们在比如写段子的时候，大家会觉得一个话题我讲了一个5分钟，或者是讲了一个节目之后，下次好像就没有再聊的了。但是其实南瓜能做到在一个主题下面，每次角度又不太一样。半年减60斤，你有这份毅力，你干什么都会成功的。我只会这种干苦力的。那也一定能成功。谢谢。因为去年我看南瓜确实是那样的，今年它是这样的一个小只，确实变成了一个小黄瓜那样的。贝贝南瓜，为什么呢，兄弟？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就像天真姐在她那个自媒体说的那个话一样，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说人呀可以选择活出不一样的人生，就是体验一下，爱自己，活出自己的人生。对，就包括去健身，去考这个证，然后也就是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吧。现在是4期艺人，4期艺人，可能以后是5期、6期6边形南瓜哈。我其实也挺对 rapper 感兴趣的，我后面可以再开发一下。现在就别展示了，那个很容易今天就把这个路堵死。确实，刚刚段子里不也说嘛，有好多朋友给你发私信，我也跟这些给南瓜发私信的朋友托付一句啊，听到了吗？他要开始收费了。要是实在有健身方面的问题需要解答，可以去问夸克。有问题找夸克，是你可以免费咨询的 AI 健康专家，直接带你 next level。好，那我们谢谢南瓜的表演，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，请你先前往等待区入座。下一位要上场的朋友是今年的新朋友了，是一个能量值可以说很低的新朋友，但是他精神状态领先咱们可以说很多年，所以恳请大家仔细听一听他要跟大家说什么。掌声有请陈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陈艾。我做脱口秀这行也有几年了嘛，混的怎么说呢？不能说大红大紫吧，也算是没有收入，根本没商演，每天在家只能健身、看书、做饭。但我发现我现在的生活，跟网上那些成功人士晒出来的生活，有点高度重合，搞得我都很怀疑，我真失败了吗？不会太成功了吧？但我越想越觉得我跟那些成功人士很像，他们的钱在兜里，我的钱也是，也在他们兜里。当然我也不是不想努力，我只是想休息一下。有人说那我懂了，你想 gap 一下 gap year。 对，但我不是想 gap year， 我想 gap life。 去年过得确实不太好，租的房子也一直出事儿，到处搬家，抑郁症也发作了。还好最痛苦的时候有个朋友一直陪我，某音。我真挺喜欢刷短视频的，我也知道很多批判的声音，比如劝你说别沉迷，天天刷这玩意儿人生就完了。还好我刷之前人生已经完了。甚至我觉得说短视频会毁掉人生的人，既高看了短视频，也高看了我的人生。毁我人生的多了去了，失业、贫穷、
原生家庭，剪坏我刘海的发型师，都排着队呢。你短视频算老几？甚至我觉得这小玩意儿还想影响我的生活，你最多算是骆驼身上的第一根稻草。然后还有人说短视频最大的危害就是让人不思考，有没有可能我刷这个就是不想思考？反正我那段时间一思考就想死，全靠在上面看人擦边。具体看什么我也不细说了，导演不让，说只能浅浅带一嘴。我说懂了，让我擦边。真的，我这个人没别的优点，就是爱上头。刷这东西一天上头10多次，我没从头上下来过，上面全是我的 crush。真太快乐了，根本舍不得死。所以他们擦的是自己的边，救的是我的命，都是活菩萨。我给那钱也不是打赏，那就是香火钱。真的，那段时间就感觉我看的视频越短，人生就越长。我靠短视频续命，3秒3秒的续，就感觉阎王让我3更死，我不小心刷到5更。后来阎王都急了，说你干嘛呀，还死不死？我就把视频分享给他，他也上头了，不催我了，开始催更。真的，我发现我很需要这个东西，因为我的人生中找不到几件事让我既快乐又上瘾，还合法，而且还很省钱。因为我看了1年多直播，只在最开始充过1块钱，然后就靠着在里边抢红包挣了好几百。我每天在直播间为自己谋福利。所以虽然我现在没商演，但已经达成了脱口秀演员的最高成就，在直播间捞钱。真抢了不少钱。我这样在大主播那还好，遇着那种小主播，我1个月抢的比他挣的还多，搞得我都想要不打赏点吧，反正花的都是他的钱。然后我不但爱刷短视频，还特别上头里边那些神曲，你们肯定也都听过。这种歌有个最大的特点，无论听的时候我的意识多嫌弃，腿已经开始跟着抖了，就感觉我大脑说太土拿走，我腿说拿回来。怎么说，我的音乐品味就像跳楼机。听多了，我在大数据那儿的用户画像就有点变了。他现在觉得我是一个中年的卡车司机，已经开始给我推荐汽车零件和 polo 衫了。我也终于刷到了自己之前没刷到过的东西，米其林、轮胎。最近比赛，很多人跟我说加油，我都想问汽油柴油。但其实我理解听那些歌的司机和外卖员，因为我那段时间抑郁到起床都困难，我就需要那种又土又来劲的东西，让我从床上爬起来，否则再高雅都不行。哪怕贝多芬亲自来给我弹钢琴，我也会觉得你这玩意儿不来劲呢，给我换 DJ 版。而且高雅的音乐都很忧伤，听的人更想死了。什么命运交响曲，对我来说那是送命交响曲。品味上去了，我人下去了。我们这次主题叫说出来就如何。其实我真的很想说，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，活着已经很难了，真的顾不上高雅。
甚至我觉得说我们不高雅那些人，也没有多希望我们活着。所以我也不用多说，有相似经历的人会理解。而我现在只想跟他们说，再撑一撑，先别跳楼，听跳楼机。讲到这，谢谢大家。谢谢陈爱，谢谢你的表演。投票倒计时3、2、1，请锁票。再次谢谢陈爱。我还是先问问天真姐吧，因为天真姐之前也挺喜欢陈爱这个冷峻的风格的，是吧？对，我觉得每个人身上有一种生命色彩，每个人的色彩颜色是不一样的。陈爱身上有一种那种哑光感，它不是那种一抹让你觉得很奇幻的亮色，但是它是一抹让你跟它可以光感连接上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读到一种非常强大的生命能量。就你虽然讲的是这种很冷峻的、甚至带一点冷漠的表达，但是背后是对生命巨大的热爱。我希望你能够在这个舞台上一直讲下去。如果离开这个舞台，有更广大的舞台可以迎接你。因为我想你可能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的那个类型，甚至会有一些人完全跟你是对立面的，但是没关系，因为一定会有人很喜欢你。我觉得和这些很喜欢你的人做连接就好了。谢谢天真姐。我很喜欢你。大林呢？我就是很喜欢他，然后我是觉得今天你有点嘴下留情了。对，因为特别喜欢听你骂我们，然后，就是因为他其实没有针对谁，他只是在说一件特别正确的事情。但我觉得前面的我听着还特别舒服，越往后说越有一些温情了。我还想听你那些个我们可能也曾经一闪而过的念头，但是可能我们就让他放任他就这么过去了。但是你敏锐地捕捉到了他，然后讲给我们听，好吗？好。谢谢你。这妹子，我觉得你应该多写这样的东西，多写，然后你不要在意跟他们是怎么看待你，他们笑不笑，就这跟你都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不在意。对呀对呀，你不要在意，你就多写，多刷短视频。你每天刷多长时间短视频？睁眼就看。跟王朔是一样的状态。我们现在是不是耽误你时间了？你回去赶紧看看去。你可以一边刷一边听我们聊。我喜欢你这种表达，冷酷，从头到尾脚没动过，手没动过，眼神也没动过，就是你们爱听不听跟我没关系，非常好，我就喜欢这样的状态。你每年春晚不都这样吗？对，错了。最酷的就是此刻陈爱仍然一动不动。我觉得他好可爱。是我看你看得很投入哈。是今天我看到的第一个表演，我不舍得在中间打断他。对，我想要完整的听完他的每一个细节，因为他太不一样了。然后身为创作者，可能我们的种类不一样，但我觉得负能量也是能量。有的时候强大的负能量也能够支撑你，用不一样的角度。而且我很害怕，我一天会刷太久短视频，我真的是会没有办法，自责是吧？对，不是，我会没办法思考，没办法静下来去做事情。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你说的这个角度，我今天就恍然大悟。我觉得对啊，也许每个人判断这个世界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但是只要这个东西它是能够去传递爱和力量的，一定是好东西。所以你一定要坚持你做的东西。对，谢谢。妹子，你平时在哪儿演出啊？我想去看。我不说了吗？没有演出。给岳老师来个助听器吧。这儿也不行，这儿也不行。这种淡淡的死感。对不起。我请你，我到时候我演出我请你。啊，谢谢。
刚刚岳老师问他在哪里演出什么的，因为其实我很开心，陈爱今年在节目里她的风格被大家这么的热爱深爱。我觉得人就是像她这样，你活得特别，想得特别，才能说得特别。我就很希望她的内容抵达到她真正的受众，以后陈爱能有自己的专场演出，去让她的受众来接近她。因为她刚刚说的那种没有演出是真的。就是没有收入的状态，所以就很希望这样的处境因为节目能够发生改变。肯定会改变的，一定会的，一定会的。我特别开心，因为之前我看您的表演，就是您在演的过程和最后的这个聊天的环节，其实笑非常少。但是今天我看到您上台就讲了第一个笑点之后，您自己就笑了。我的钱也在他们兜里。我那个瞬间特别开心，这是今天可能我最开心的一个瞬间，我特别为您开心，我也为自己开心。然后这个喜剧的魅力的确会让人越来越开心。确实，我多说一句，我觉得可能有些朋友没有那么喜欢陈爱的风格，或者是听到的时候会冷冷的咯噔一下，也许就是因为他所说的事情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想过，只是不敢。也许就是这个原因，是吧？谢谢陈爱这段表演。也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，请你先暂时回到等待区入座休息。我觉得特别开心，是见证了陈爱在这个节目上的变化。他是一个非常内闭的一个人，然后进这个节目，在交流的过程中，他还是交到了一些新的朋友。为什么要笑？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劲儿了？你吱吱声。大家觉得你性格很可爱，喜欢的是你这个人，所以笑。有止疼药吗？胃疼。我有这个头疼药。我的胃疼。复方消化酶跟胃有点关系。这玩意儿我怕我更喝。或者这个符能不能保你？没事，走吧。我其实也很庆幸自己选了这样的平台，是认识了一些值得收获的朋友。我感觉有场景会好一点。哦。感觉得换一个别的，因为那边他们就很理解我，就会保护我、照顾我，没有像个人那么孤单。然后大家是一个团队、一个集体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我放松，就该你们紧张了，就很方便。我的钱也在他们兜里。陈爱钱财。